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今天的主角，季度收入增长31%，下一代安全 ARR 增长60%，剩余履约义务增长36%，看上去几乎没有短板。但同一个季度，它却从去年同期的盈利变成了1.77亿美元净亏损，单季股权激励高达6.84亿美元。更刺激的是，这家公司目前市值接近2880亿美元。按照过去12个月40.8亿美元的调整后自由现金流计算，市场给了它大约70倍估值。这就是 Palo Alto Networks， 股票代码 PANW。所以今天咱们聊的不是网络安全有没有前景，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争议。真正的矛盾是 PANW 究竟正在成为网络安全时代的操作系统，还是正在用昂贵并购把一家公司包装成一个增长更快但越来越难看懂的安全帝国。很多人对 PANW 的印象还停留在防火墙，可现在的 PANW 已经横跨网络安全、云安全、安全运营、AI 安全和身份安全。最近 OpenAI 的最新实验模型攻破了 Hugging Face 的后台，引起了业内广泛的关注。在 AI 时代，网络安全更为重要。PANW 真正卖给企业的不是某个功能，而是一种更简单的采购方式。一家大型企业可能同时使用几十家安全厂商，防火墙是一家，终端保护是一家，云安全是一家，身份管理又是一家。每套系统都有自己的数据、控制台和告警。结果是，企业买了更多工具，却未必更安全，因为真正的攻击往往就藏在这些系统之间的缝隙里。PANW 的平台化就是要消灭这些缝隙，客户不再分别采购10几个产品，而是把更多安全预算交给一个平台。PANW 可以提供折扣、免费使用期或者迁移支持，把竞争对手挤出客户环境，等旧合同到期，再把网络、云、安全运营和身份产品绑在一起续费。这套打法短期会牺牲部分账单增长，却能换来更大的合同、更高的客户粘性以及更难被替换的数据闭环。它不是单纯卖软件，而是在争夺企业安全架构的控制权。60%的增长，先打一个折扣。PANW 最新一个季度收入达到30亿美元，同比增长31%。NGS ARR 达到81.3亿美元，同比增长60%。RPO 达到184亿美元，同比增长36%。但这三组数字都包含刚并入报表的 CyberArk 和 Chronosphere。剔除两家公司， PANW 原有业务收入增长14%，NGS ARR 增长28%，RPO 增长22%。这并不差，相反，对一家如此体量的公司来说，原有业务还能维持接近30%的下一代安全 ARR 增长，说明平台化并不是纯粹的财务故事。但投资者必须承认，现在报表上的加速，一部分来自销售执行，一部分来自并购带来的口径扩张。这也是 PANW 最容易制造错觉的地方。看到60%，不能直接认为核心业务突然翻倍加速。看到14%，也不能简单判断公司已经失速。更准确的说法是，老业务仍然强，新收购把增长曲线整体抬高了。但市场接下来要验证的是，这些被买进来的收入能不能产生交叉销售，而不是永远停留在合并报表里。为什么一定要买 CyberArk？CyberArk 这笔交易表面上是补身份安全，实际上是在压住 AI 代理会成为新的超级用户。过去需要保护的是员工账号、管理员账号和服务器。未来企业内部会出现大量 AI 代理，他们能读取数据、调用软件、修改代码、批准流程，甚至拥有比普通员工更高的权限。AI 代理越多，身份数量越多，权限越大，失控后的破坏力越强。网络防火墙只能看见流量，却未必知道是谁在调用资源。CyberArk 擅长保护高权限身份，刚好补上 PANW 过去最明显的缺口。Chronosphere 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AI 安全需要海量、实时、可关联的数据，没有可观测性，安全平台就像装了摄像头，却没有监控室。PANW 买下 Chronosphere 是想把应用、基础设施、身份和安全告警放进同一个数据层，再让 AI 代理自动发现和处理异常。再加上 COI 和 Portkey，PANW 的收购路线已经非常清楚，网络入口、云工作负载、安全运营中心、人类身份、机器身份、AI 代理和遥测数据，它都想控制。
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战略扩张。成功了 ，PANW 就不再是一家安全厂商，而会成为企业数字世界的安全控制平面。失败了，这些产品会变成昂贵、重叠、难以整合的零部件。最大的风险不是黑客，而是会计报表。CyberArk 的收购让 PANW 支付了23亿美元现金，并发行 1.12 亿股新股。到4月底，公司商誉已经达到219亿美元。最新季度 ，CyberArk 和 Chronosphere 合计贡献3.88亿美元收入，却带来5.23亿美元经营亏损。PANW 单季股权激励达到6.84亿美元，相当于季度收入接近 23%。这其中有收购导致的一次性加速确认，但仍然提醒投资者，非 GAAP 利润和股东真正承担的成本并不是一回事儿。多头会说，公司过去12个月调整后，自由现金流达到 40.8 亿美元，利润率 38.5%， 并计划在2028财年达到 40%。这证明平台化不仅能增长，还能产生现金。空头会反问，当市值已经接近2880亿美元，市场实际支付的是大约70倍调整后自由现金流。如此高的价格，不只要求 PANW 继续增长，还要求它把 CyberArk、Chronosphere 和其他收购快速整合，同时维持高利润率，避免持续稀释，并证明客户真的愿意把更多预算集中到一个供应商手里。这不是一个业绩不错就能上涨的估值，它要求几乎所有重要假设同时成立。那多头真正压住的是什么？第一，企业安全采购继续从单点工具转向平台，安全团队缺人，告警太多，预算又受到限制，减少供应商数量本身就有经济价值。第二， AI 不是削弱安全支出，而是扩大攻击面。每增加一个模型、一个 AI 代理、一个云应用，就增加新的身份、权限和数据流。PANW 卖的不是 AI 概念，而是 AI 普及之后必然增加的治理复杂度。第三， CyberArk 可以把身份安全变成 PANW 新的大型增长支柱。只要现有7万多家客户中有一部分同时采用网络、云、安全运营和身份平台，单个客户价值就会明显上升。第四，现金流仍然足够强，即使收购影响了 GAAP 利润，只要调整后自由现金流率继续向 40% 靠近， PANW 就有能力消化整合成本。空头最该盯住什么？最危险的情况不是网络安全需求下降，而是平台化变成价格战。为了让客户放弃原有供应商， PANW 需要提供折扣、延期付款或者免费迁移期。如果客户只拿优惠，却没有在合同到期后扩大付费，平台化就会变成用利润换市场份额。第二个风险是整合速度。CyberArk 不是一个小型技术收购，而是一家拥有独立产品、销售体系和客户关系的大公司。产品可以写进同一张宣传图，但销售团队、计费系统、数据架构和客户合同未必能迅速统一。第三个风险是稀释。PANW 既用股票做大型收购，又支付大量股权激励，自由现金流再漂亮，如果每股价值被持续摊薄，股东得到的结果仍可能低于公司层面的增长。第四个风险是估值压缩。PANW 现在不需要出现灾难，只要核心业务增长从高20几个百分点滑向 20% 以下，或者自由现金流率停滞，高估值就会迅速失去支撑。下一份财报5个数字决定方向。PANW 将在9月1日公布2026财年第4季度和全年业绩，届时不要只看总收入增长。第一，剔除 CyberArk 和 Chronosphere 后的 NGS ARR 增速能否继续保持在接近 30% 的水平。第二，净新增 NGS ARR 是否继续加速，这比总 ARR 更能判断当期销售动能。第三，当前 RPO 的增长，长期 RPO 很容易被大合同抬高，未来12个月能转成收入的部分更重要。第四，股权激励占收入比例以及完全稀释股数是否继续明显上升。第五，管理层能否给出 CyberArk 交叉销售的具体证据，例如共同客户、联合合同和身份平台新增订单，而不是只强调整合进展顺利。我的投资判断， PANW 不是传统价值股，也不是一只只靠行业景气上涨的普通成长股。它现在更像高质量成长加大型并购整合的复合型投资。
最大的收益来源是平台化真正改变企业安全采购方式，让 PandaView 从卖产品变成控制预算入口。最大的风险是市场已经提前支付了成功价格，而整合、稀释或有机增长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触发估值重估。所以买 PANW 本质上不是压住黑客越来越多，也不是压住 AI 安全这个口号，你压住的是未来企业不愿再管理几十家安全厂商，而 PandaView 能成为最后留下来的少数平台之一。这家公司值得长期跟踪，但当前价格并没有给投资者留下太多犯错空间。对已经持有的人，最重要的是盯住有机 NGS ARR 和每股自由现金流。对准备买入的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